它们看似很杂乱，然后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其实相处在一起又非常和谐。就是其实这样子类型的纹身有一个专门的风格，叫做。他去参加万圣节派对的话，他都不用化妆，他直接 definitely win first prize for like best Halloween costume. 对他直接就用这2条腿就已经是他的最佳的装扮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Inside， 我是 Leon。And I'm Anne。今天我要和安来一起看一些很酷的 patchwork 拼接纹身。那所谓的拼接纹身呢，其实就是将一个一个的小的纹身拼接到你的身体的某一个部位。那它就组成了一个所谓的拼接纹身。比如说，我把一个一个的小的纹身放在我的手臂上，那它就是一个拼接的 sleeve， 一个拼接的花臂。那可能放到我的背上，那这就是一个拼接的满背。那我觉得，相较于就是用一整幅大图覆盖你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其实想要纹一个好的拼接纹身，我觉得台阶是更高的，因为它不仅对纹身师有要求，它对这个被纹身的人也有要求。就是你可能纹一个大图的话，我直接丢给纹身师就好了，我跟他说我想要什么，他帮我设计，然后他帮我纹就 OK 了。但是你想要纹一个好的拼接纹身，因为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嘛，拼接的纹身是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子纹上去的，所以你这个被纹身的人也需要有一定的审美，同时你可能需要很早的就规划这个纹身要纹在哪，纹多大，纹什么。所以我觉得它的门槛其实是相对比较高的，特别是你想要纹一个好的拼接纹身。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呢是这一个拼接的，算是花臂，它看起来像是一个超现实主义小图为主的这么一个拼接的花臂，然后每个纹身其实虽然看似随机的分布，然后它们的内容也感觉有点莫名其妙的，就是什么都有，有裤子，有什么梯子，还有什么凳子，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但是它其实每一个都是精心设计过的，就是它要纹多大。纹在哪，以及它可能什么样的角度，它可能都有设计过。And I really like the use of negative space and shadows with the chairs and the stairs. It's very unique. 对，就是虽然东西很杂，但是看起来一点都不乱。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好的拼接纹身的魅力吧。那第二个呢，从美感上来说，和第一个就差了不少。它不像第一个，首先它不像第一个那么的丰富，它只有一个元素，就是各种各样的鸟类。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被纹身的人他是一个鸟类爱好者还是怎么的，就这么爱纹鸟，反正他所有的元素就只有鸟，然后 It just looks like they copied and pasted a bunch of bird pictures in Microsoft Paint and then stuck it on the back. No offense. 就是你哪怕就算只纹鸟。其实也可以纹得更有美感，就是I mean, there's a lot of elements in like a bird, like apart from the entire bird itself, you could have maybe done like a close up of like its wings, the feathers, the claws. 对，就 like 有点类似于一个鸟的解剖那种感觉，把它身体的各种部位，可能这只鸟就纹一个它的翅膀，就代表它；那只鸟就纹一个它的爪子，代表它；然后这只鸟就纹一个整体之类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元素，可能相对凑在一起会更有，我觉得会更有美感。那下面这一个呢，就更接近于我们所说的，你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其实也有很多动物的元素，但是它做的就更好，就是它除了有动物之外，它也有一些几何图形，也有一些文字，然后也有一些超现实主义的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可能是花瓶啊，然后什么邮票之类的东西，就是它既有动物，又有一些别的元素，它们全部的组合搭配在一起，整体的给人的感觉就更有美感。Yeah, there's more variety in elements and good use of negative space. 对，就是 And the interesting thing is like the composition of the elements are symmetrical. 对，就是虽然它的纹身的可能左右的图案不一样，但是它们的位置其实是有一点对称的。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是这一整个拼接纹身的算是美中不足的地方吧。就是假如这就是它的最终形态了，那挺好的。但是它这样子的布局，就是稍微有一点对称的布局，其实有一点阻碍它未来加新的纹身进去。就是比如说，他可能想要在这只鸟的左边加一个新的图案，未来，那他可能必须得在这只鸟的对称的右边再加一个，这样子可能才不会破坏这个布局。但是那样子的话，就会让这个图案看起来越来越对称。那第四个呢是这一个非常酷的，基本上全是由 black work 组成的这么一个
前半身的拼接纹身，给人一种我感觉有一点蒸汽朋克 steampunk 的那种氛围感在里面。就它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元素，有几何图形，有比较写实的人的器官，比如人的眼睛，然后还有一个骷髅，还有手，然后还有一些武器啊，然后包括他有一只手是涂黑了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元素，他们看似很杂乱，然后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其实相处在一起又非常和谐。就是其实这样子类型的纹身有一个专门的风格叫做 trash polka， 就是垃圾布尔克，它就是形容这种看起来比较随性、比较杂乱，但是其实都是精心设计过的这么一个纹身风格，然后里面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元素。我不知道他那一只就是 Black Cow 的手臂是同一个纹身师纹的，还是说他本来就有这么一只手臂？但是这只手臂和他其他纹身相处在一起，我觉得刚好就是非常非常和谐。一只手臂 Black Cow 了，另一只手臂就是相对来说空间很多，其实对比也蛮强烈的。我就希望他另一只手臂就不要再纹了，就保持这样子。It looks good as is now. 那接下来呢是这2条邪气十足的 leg sleeve 滑腿。It's done by Ganji, right? 对，你也看出来，就是非常经典的杠吉风格的妖怪的纹身。然后我觉得这应该是，我记得这应该是他当时还在墨尔本的时候的作品。就是那个时候我不是完全确定，但是因为他一直有发 IG story 嘛，我记得我应该是看着他把这2条腿从白花花的什么都没有的腿变成这样子的，就是可能1个多月2个月的时间吧，就是就纹满了。而且这个被纹身者应该是一个女生，没记错的话，就正如我前面所说嘛，就是你想要纹一个好的拼接纹身，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你还没有纹身的时候就去开始设计。那比如说这一个人，他其实就是他的腿上一个纹身都没有的时候，他就直接丢给了杠吉，来交给你。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是给到了杠吉最大的空间去发挥他的想象力，发挥他的才能，然后杠吉就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答案。这2条腿上密密麻麻的有各种各样的妖怪，然后每一个妖怪之间都不是独立的，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其实是有互动的，然后相互之间是有关联的。但是对 ，like the skeleton which is riding on a tiger monster。对，就比如这个骷髅是骑在那个老虎身上，然后就真的有一点日本的那种百鬼夜游的那种感觉，非常的震撼。我其实真的蛮羡慕，就是这么有魄力的人，就是腿上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敢直接交给纹身师说你帮我设计2条这样子的腿，因为妖怪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的东西，但是他这个纹出来之后，我觉得走在街上绝对是吸引爆眼球的那种。I noticed this post was made on the 8th of November, and assuming like I don't know, they maybe post photos of tattoos like a week later. Do you think she might have gotten these tattoos just in time for Halloween? 对，他如果他在 Halloween 就是万圣节派对上，他去参加万圣节派对的话，他都不用化妆，他直接 definitely win first prize for like best Halloween costume. 对，他直接就用这2条腿就已经是他的最佳的装扮了。那第6、第7、第8呢，都是来自同一个纹身师，他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纹身师。那他就是来自意大利的 Matteo Nangiaroni， 我不太确定读音对不对，但是就是从风格上来看，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全部的纹身都是由 Matteo 完成的，但是我觉得起码大部分都是由他来完成的，因为基本上大部分都是 Matteo 所擅长的那种超现实主义的、非常天马行空的、很有想象力的图案。而且就是你可以看到 Matteo 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一整个人的纹身全部交给他的这种作品，就是一整个身体上全部都是他一个人的纹身，然后他可以帮你精心的设计好这个纹身要纹在哪，那个纹身要纹在哪，这个纹什么，那个纹什么，就和我前面提到的一样，就是他们近看每一个单独的图案都是一个纹身，然后你拉远了，把它整个身体其实也是可以当成一幅艺术品来欣赏的。This second one doesn't look as nice as the first one. I'd say it's more simplified. 对，这第2个相对来说元素少了一些，然后好像It feels more separated. 对，就是感觉纹身与纹身之间的关联也不是那么的强。
What about the third one? 第三个我以前非常的喜欢，就是我特别喜欢的是它就是正面这一个人不像人狗不像狗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非常超现实的这么一个东西。And the blacks are really dark. 对，就是我喜欢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黑，我特别喜欢它的黑，因为它非常的黑，然后同时它纹在就是胸口这个心脏这个位置，就感觉好像有人把他的心脏这里掏空了一块，然后那个里面的那个人头就是他的心脏一样。Oh, it's a human head. 对，是一个人的，就是半张的脸。Oh, from afar, I thought it was a horse head. 没有，它其实是一个类似于面具一样的一个人的半张的脸。Okay. 你就对啊，他这样子的构图就好像给你的感觉就是他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黑洞，然后这个人的脸是他的心脏。我觉得这一个图真的让这一整一个的拼接纹身就是提色了，就是提分了非常多。就是它的整个纹身的布局其实相对来说也是有一点对称的感觉在的。A bit symmetrical. 对，但是相比于前面的那个人，我觉得他现在的状态也已经是最好的状态了，所以他不需要再往里面加东西了。It already looks complete. 对，所以他哪怕是有一点对称的状态，其实我觉得影响也不大，已经是一个很好看的作品了。那下一个呢？我觉得这就是所有人提到拼接纹身、提到 patchwork tattoo 的时候，首先可能会想到的拼接纹身的样子，非常经典的。通过一个一个的彩色的美式传统的纹身组成的这么一个拼接纹身的作品，这个人应该是除了他的正面，他应该基本上全身都是彩色的拼接的纹身，然后可能他的身上的这一个组合还不是最典型的，我觉得他腿上的拼接纹身才是最经典的，人们会想到的拼接纹身的样子，就是一个一个的美式传统的小图。And like during a hot summer day in Australia, you'll see like a lot of these like leg tattoo sleeves on the streets. 对，特别是而且如果你喜欢去一些音乐现场啊，特别是一些什么 hardcore 啊或者什么金属的现场，你也会看到很多的人有这样子的花腿，然后他们可能他们不仅纹身的风格非常接近，他们可能连穿搭都非常的接近，就是穿这个小布鞋，然后一个短裤，然后可能就是身上一件黑色的 T 恤，然后腿上就是这样子，非常经典的西式的或者说是美式的拼接的纹身的感觉。And like I do think like its use of like cyan, red, and orange is like quite unique. You don't see like much of cyan being used in like these traditional tattoos. 它的图案可能比较偏向美式传统，但是它的颜色其实有一点 neo traditional， 就是新美式的那种感觉的颜色，比较创新一点，或者说比较鲜艳一点的那种感觉。那前面讲了这么多，基本上都是比较偏西式的，可能除了杠脊的那个是日式妖怪，基本上都是偏西式、偏超现实主义的。下面这一个呢，终于算是有一个东方风的，或者说是中式的这么一个拼接的满杯。你可以看到它的主体的元素就是一些动物或者森林，然后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整个背部的这么一个拼接的作品。我觉得可能唯一比较可惜的就是，虽然它下面有一只鹿，那只鹿和它其他的元素也是搭配的，都是什么类似于动物啊、森林这样子的元素，但是你很明显的能看出来那只鹿并不是同一个纹身师纹的，就是风格很不一样，所以看起来稍微有一点突兀。就是我觉得如果这只鹿也能够纹成上面那两只仙鹤的样子，同一个风格，那它这一整个东方风的拼接满背是真的就是非常完美、非常好看的。But I guess you can't judge too harshly with like what the person got before, but 对， just focusing on like what this particular artist did for the patchwork back tattoo, like the bonsai on her like arms look really good, and then they complement well with like the delicate strings that kind of connect with the jades. 就是你把那只鹿移除掉的话，剩下的其实也还是非常好看的这么一个拼接的作品。只不过正如我所说嘛，就是拼接纹身最难的就是他对这个被纹身者其实也有比较高的要求，就是这个被纹身的人可能一开始就要规划好自己身上的纹身。你可以看到，这可能就是一个一开始并没有想就是规划自己的背要纹成这样子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就会有一个不同风格的鹿在那儿。那最后这一个呢，也是有点类似于前面提到的 trash
polka 就是拉吉布尔克那种感觉的纹身，但是比较不同的是，它的纹身基本上都是彩色的，然后也非常的有想象力，就是各种各样的元素都有，然后大大小小的图案，同时看似比较随机的、随性的分布在身体上的各个部分，但是相处起来又非常的和谐。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种拼接纹身的这么一种构图。And I like the way they've played around with like combining different styles in the one element. So, for example, there's actually a lot of flowers in this like 对 entire patchwork composition. We've got like a like realistic flower like on top of the black sleeve that transitions between black and gray to color. Then we've got a pixelated flower, and then we've got just plain realism and a black silhouette flower, and just like more black and gray. It's 对，就是他通过他的创意，他通过他的才华，哪怕这个人的身上有这么多的花，其实你一点都感觉不到无聊，或者说你一点都感觉不到有任何的重复的纹身。就是他通过不同的表现形式，将各种各样的花能够和谐的放在一起。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天才的这么一个纹身师，有写实的花，有像素的花，然后有比较抽象的花，然后有可能别的形态的花，然后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几何图形，一些比较抽象的图形，也有写实的东西，大大小小就分布在身上，但是都非常和谐的相处在一起。同时他的两只手臂也有点类似于前面的那个 Trash Polka 的那个人的那个手臂的感觉，就是一只是比较满的，然后另一只呢就是稍微空一点，然后有一些小图这样零星分布。但是这种对比的感觉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我非常喜欢。就是他的感觉和前面的那个人就是也有点类似，就是你可以把他们其中的每一个纹身都单独抽出来。来欣赏，他们都是可能一个挺好的一个独立的纹身，但是我觉得更适合的是把它们全部组合在一起，直接把它一整幅正面的这么一个纹身的形象当成一个作品来欣赏。I mean, if they had like a poster print of this tattoo, I'd like hang it in my living room. 对，就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才华的这么一个设计。OK， 那以上就是我们找到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各种各样不同风格的 patchwork 拼接的纹身。你有比较喜欢的吗？或者你有最喜欢的吗？哪一个 Of course, it's the last one. 听出来了，我刚刚聊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你特别喜欢那一个。我应该跟你差不多，就是我可能喜欢的是最后一个和前面的那个 Trash Polka， 就是这两个比较接近的感觉，一个是黑灰，一个是基本上是黑色为主，然后另一个是彩色为主，就是他们可能从颜色上不一样嘛，你不能直接的去对比，但是我觉得基本上就这两个也是我最喜欢的，就是我很喜欢这种你近看可以把，就是你近看里面的每一个纹身它是一个单独的纹身，但是你远看它又可以和其他的纹身组成一整个完整的这么一个艺术作品的这种感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比较喜欢的拼接纹身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如果有我们没提到的，也欢迎把链接或者纹身师的名字放在评论区里面。那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